这床，这胳膊，不对啊！我操！姑娘别叫，我真没干啥，这胳膊他自己搭过来的，他自己。陛下，沧海公主大老远来一趟，清白就这么让那废物给毁了，您可得替臣妾做主啊！那混账，到底是咋进的晚晴宫？殿下，没陛下的旨意，您这门一步都迈不出去。等会儿，他刚管我叫啥？殿下，五皇子，这是皇帝的儿子啊！我一个敲代码的，啥时候命这么好过？公主，咱就这么忍了回去，不然咋办？你还想逼楚帝亲手砍了自己儿子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往后跟他自己慢慢算，谁也别插手。一个扔进冷宫连门都没去过的废皇子，半夜咋就摸进我屋里了？这里头有鬼，而且这鬼多半就在我自己人里头。臭小子，老子非收拾了你不可！陛下消消气儿，五殿下那头您打算咋办？传朕口谕，五皇子楚辞伤风败俗，行为恶劣，即日起软禁冷宫，听候发落。家丑不能外扬，这事儿牵着两国脸面，传出去，我大楚还要不要颜面了？再混账也是老子的种。五皇子，在冷宫这段日子，您就安分些吧。就这不砍头，我还以为这回真凉了呢。好歹是皇子，吃喝不愁，慢慢熬呗。这小日子舒坦。爷爷，那废物糟蹋了沧海，就该千刀万剐。陛下偏偏还护着他。傻丫头，杀他干啥？有的是法子让他自个儿走进死地，还得是他自己求着去。这老不死的10年不露面，今儿冒出来，没好事。太师怎么来了？快赐座。老臣想孙儿了，进宫瞧瞧，正巧赶上早朝。今儿叫大家来，是议五皇子成年这桩事。陛下，皇子成年，按老规矩该赐块封地，去地方历练。老臣看北冥就挺好。太师，北冥那是流放犯人的地界啊！五皇子文武双全，去北冥既能安抚那帮流民，又能替陛下守北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这哪是历练，是往火坑里推。你这是来给外宗孙报仇了，报复来的真快。对了，老臣还听说陛下想攒一支重骑兵，邢家愿出500万两白银，替陛下打这支精锐出来。500万，帝国1年才收上亿两啊！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也是老臣今儿进宫的正经事。好！拟旨，封邢老太师为邢国公，赐国公府1座，良田万亩，10亿千户。老臣谢陛下隆恩。恭喜公爷，公识大义。爷爷，那废物糟蹋了沧海，凭啥才发去北冥？傻丫头，北冥那地方比千刀万剐还狠。爷爷这话啥意思？那是个吃人的地界儿，他一个没兵没将的废皇子进去，撑不了多久就得死在里头。他一死，北边就乱了。雷儿带兵北上，打报仇的旗号，民心地盘都是他的。那雷儿要是当了皇帝，我就是太后了。一个个眼里都想弄死我，指望他们护我去北冥，做梦！殿下，2000暗龙旗已备好，随时北上。不用了，
殿下，您说啥？每人200两，留帝都，接着当你们的暗龙旗，不用跟我去北冥送死。200两，真的假的？给你们1天时间，明早给我个准信。放不放人不在他们，在宫里那位老爹点不点头。这2000精锐，我赌他舍不得真让这些精锐跟我去北冥送死。殿下，考虑的咋样？不能随殿下北上，兄弟们都挺遗憾的。这是40万零1000两，40万是2000兄弟的，多的1000是小人的。40万两，我一个穿越来的马工，一夜成了大块，爽，真他妈爽！对了，2000骑兵北上的粮草给我备齐了，过2天我来拉走。殿下，人都留帝都了，这粮草人是留下了，可粮草本来就是给我北上备的，你们不去了，这粮草自然归我。陛下，武殿下把2000暗龙旗全遣散了，每人200两买断，还反讹了王家40万两白银，外加2万担粮草。200两一个暗龙旗，老子重金养的精锐，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值钱？连个护卫都不要，他想干什么？真当北冥是好玩的地下？准！陛下，真准了！老子倒要看看这臭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40万两到手，2万担粮草在路上，下一步买人。这位公子，要点干货，南疆巫女、鳕鱼雪女，买俩回去暖床。女人不要，有没有壮的能打的男人？公子这癖好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我马上要出帝都，北上北冥，那是个谁拳头硬谁说话的鬼地方。买暗纯旗买不到忠心，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反倒养得熟。公子，您看这身板，这爆发力，干活打架都顶八卦。这种壮的，你这儿有多少？836个，少了点，我要2000。2000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别说2000，2万我都给您凑出来。价呢？一个20两，这种壮汉市面上都要25两。我这是看您是大主顾，就这价。那个老头，我现在就带走，我缺个赶车的。成，公子眼光独到。剩下那些，你给我凑齐2000个壮的，2日后送到城北王氏山庄。原来公子是王家的人，失敬失敬。当我是王家的也好，省得多问。这2万两砸出去，王家那2万肚粮草正好有人扛。定金，剩下的交货付清。这老头不简单，一身死人样，眼睛却活着，留着说不定有用。老头会算账不？略懂。40万两到手，2万只粮草在路上，2000壮汉2日后到。出门一趟，白嫖了王家一笔钱，一笔粮，一帮人，这买卖亏不亏？殿下这哪是买奴？这老头一眼看穿了我的底，有点意思。叫什么名字？来者何人？中间之地，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帝国五皇子在此，地方官闭门不迎，还拿剑指着我。长留府要造反吗？皇子，书记，快去禀府主。他说他是皇子就是皇子，没验明身份，城门不开。府主不可，他既已亮明身份，我们再不出营，那就是藐视皇族。一个废皇子而已。轻则丢官，重则造反2字一扣下来，株连9族。
暗龙旗那废物都敢卖，这是破罐子破摔。真在我地盘上出事，倒霉的是我。快，随我出城迎驾。是。长留府主事吴强参见五皇子殿下，接驾来迟，请殿下责罚。进城。能得府主这么待见，本殿下可真是荣幸啊！这哪是废物皇子，这分明是冲我来算账的。府主把本宫当上宾，何罪之有？倒是本宫不请自来，扰了府主的兴致。小人不敢，请殿下责罚。起来吧，本宫就喜欢府主这副坦诚样。是，殿下能来是长留府的福分。既然府主这么热情，那本宫就直说了，长留府的死囚现在还有多少？回殿下，5000余人，每日还有新增，没个准数。好，这5000死囚，本宫全要了，一个不留，带去北冥。5000人，包世金1人10两，这是要白拿我5万两。殿下，这得陛下圣旨才行啊。那就派人去问问我父皇，你做事，本宫放心。起来吧，本宫又没说要罚你。是，殿下有话直说。5000死囚，本宫全带走，一个不留。殿下，5000人这么大的事儿，小人做不了主啊，得有陛下圣旨才行。行啊，那你派人去帝都问问我父皇。是，小人这就派人去。等等，你也知道，本宫穷，连个下人都没有，就一个赶车的。他还想免什么？所以，保社金那点小钱，你顺便求父皇也给免了呗。这点银子都想从老子死一让口！殿下放心，这点小事哪敢劳动陛下？长留府替您包了。好啊，本宫就说嘛，府主是爽快人。哼，这份情本宫记下了，日后有机会来北冥，本宫扫替相迎。一定。去你姥姥的北冥，老子犯了死罪才去那鬼地方。这废物分明是来讹老子的，5万两银子，说免就免。府主忍一时，他敢卖暗龙旗，是真豁出去了。这种人在帝国境卫内动不得。那就这么让他白拿？银子粮食照给，等他出了北仑，那就不归朝廷管了。那废物对你的皇位毫无威胁，你为什么非要害死他？儿臣是想嫁祸6弟7弟，让他们失了争储的资格。蠢！你那点手脚，你父皇看得一清二楚。要不是母后替你抹干净，你早完了。把你安排的人全撤了。这帝国里没人想让一个皇子死在路上。等他到了北冥，自然有人收拾他。五皇子要放你们！放我？齐好劳那18个，全是杀人不眨眼的货，狱卒栽在他们手里的，我都数不清了。府主是想把这群人塞给五皇子，圣旨说放所有死囚交他处理，我就照办。哼，这群疯子最恨官府，一个皇子送上门，他们不动手才怪。等楚辞在北上路上出了事，查都查不到老子头上。带他们去悦来客栈，交到五皇子手里，咱们回府备粮，撇清干系。哼，让那废物自己去会会这群活阎王。傅伯，狱卒把7号牢那18个凶人送来了。吴强那点算盘，无非是借刀杀人，把这群最狠的货色塞给我，就是盼着他们半路对我下手。殿下既看穿了，怎么还硬下？他想坑我，我偏照单全息。这18个越狠，越对我胃口。殿下就不怕他们真动手？傅伯，你跟我说过
什么人最终？必死之人遇上救命的恩人最终。对喽，他们是秋后就要问斩的死人，我把他们从鬼门关拉回来，给口饭吃，给条活路，这条命往后就是我的。吴强想送我一群催命鬼，可惜啊，到我手里全得变成护命的刀。这几个，随便一个都能要我的命。救我们，图什么？图什么？图你们为我卖命。救我们出来，让我们给你卖命，皇子老爷，你也配？配不配？喝完这碗酒再说。福伯说你们手上都有几十条人命。可我翻了你们的卷宗，杨云志杀的是调戏媳妇的小丽，铁塔杀的是糟蹋你妹妹的城主公子。你们不是恶人，是这破帝国把你们逼成了死囚。殿下既知道，又何必救我们这种将死之人？我告诉你们一句掏心窝的话，我也是被这家里赶出来的。亲爹嫌我碍事，把我扔来北冥等死。咱们一样，都是没人要的，所以我才想为你们，也为我自己，重新活一回。荣华富贵我不稀罕，皇位我也争不上，我就想痛痛快快活着，带着一群兄弟过自己的日子。你们呢？是想留在这儿等秋后问宅，还是跟我走？殿下若不嫌弃，我杨云志这条命往后就是您的。只要有酒有肉，俺铁塔也跟你。跟着本皇子，酒肉管饱。左清风愿为殿下效力。古月愿为殿下马首是瞻。我等愿为殿下效死命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本皇子绝不负你们。别愣着了，吃肉喝酒，干就完事儿。几句话挤完酒，就降了这群活阎王。我大楚五皇子楚辞，今天告诉你们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们不再是死刑犯，不会被秋后问斩，你们的罪一笔勾销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是本皇子的亲卫，金戈铁马，马革裹尸，你们可愿意？这江湖才刚开场。子贵兄，你少糊弄我！吴家那帮吝啬鬼拿出10万两白银，你不如说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不止10万两，还有5万栋粮食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以为那10万两是五皇子自己掏的？泽文兄，你也太小看他了。这话怎么说？那钱不是他赎死囚花的？钱是吴家出的，粮也是吴家出的，他一文没花，还白得了5000条命。吴家那帮人怎么会甘心？你想想他先头那几步，2000暗民旗别人巴不得拉拢，他倒好，40万两一脚踢开。换你站他那位置，你养得起2000暗路旗的忠心吗？没靠山没家族，喂不熟的狼留着也是祸。当断则断，另起炉灶。他借着被贬北冥这事儿，把天下人的眼睛都引过来，舆论一造，吴家不给也得给，给了皇家颜面上还得记吴家一笔好，这叫什么？皆大欢喜。泽文兄，你隐居大半辈子还看不出来？关内这1亩3分地全攥在皇家和几大家族手里，想从他们嘴里抢饼，处处是利益，怎么破怎么立？你是说北冥？北冥那地方乱是乱，可正因为乱，才没人圈着他，不破不立。他这一步是潜龙出渊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问明白了，南宫家的人随你挑。泽文兄，请讲。你为啥这么看重一个被皇家抛弃的废皇子？他做事果断，下手够狠，把人心的弱点算到了骨头缝里。这样一个人，你觉得他会甘心一辈子窝在北冥种地放羊？没有任何理由会甘于平凡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看人这一道，我不如你。从今往后，南宫家愿为五皇子马首是瞻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泽文兄如此明白，是南宫家的福气。
那雨儿那孩子，你打算带去北冥？我能给殿下出谋划策，可上不了战场。允儿不一样，她是块帅菜，让她埋没在这深山里，可惜了。北冥那地方，九死一生啊，风险越大，机会才越大。若是一直窝在关内，一辈子也不过如此。得赶在他进宁川之前追上，不然就晚了。抱稳了，下一个吊带的加练到天黑。1个月前还是要砍头的废人，现在站得比帝国精兵还直。分军团的事儿弄妥了？妥了，殿下。4个主力军团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外加1个后勤军团。我领青龙。青龙在东，白虎在西，朱雀、玄武镇南北。那群亡命徒让我练得直叫唤，可怪了，叫归叫，没一个想跑的。他们本来就是等死的人，给口活路比什么都管用。殿下，俺也想下去抱沙袋。你抱那玩意儿干啥？你自己就是俩沙袋。殿下，营外来了俩人，说要见您。带上来。草民李子规、南宫允参见殿下。气派不小啊，放着家里轻浮不养，跑我这破地方投奔，图啥？殿下出了长留府整整1个月，没人知道您在哪儿。那又怎么了？您是常人没事，可您是皇子，是被皇家亲手扔出来的皇子，皇家连您在帝国境内都摸不着行踪，那您一进北冥就是放虎归山。所以呢？所以有人会觉得，与其让您去北冥称王，不如让您死在去的路上。这种人能从这儿排到宁川府。怪不得这1个月，我总觉得脖子后头发凉。你大老远追上来，就为告诉我这个？草民是来给殿下解套的。前头宁川府邢家的地盘，也正是您破局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宁川？殿下，这一进宁川，是邢家的虎口。一个被流放的废物皇子，也配让咱们邢家点头哈腰？我有办法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让他死在咱宁川，查都查不到咱头上。那帮人都知道我没踪影了，宁川府不得刀架我脖子上等着？殿下急什么？这事儿反过来才是您的脱身路。反过来？您失踪那1个月，我早放出话去，人是我藏的。这趟进宁川正好做实趟。你倒是替我把后路铺好了，可光躲着不顶用。我手底下这5000号人，连个像样的领兵的都没有。殿下，草民10岁随父上阵，12岁远征东掠，15岁做前将军，18岁挂帅西讨燕昭王。18岁挂帅，后来南宫一族得罪权臣，整族被贬，族里这些年再没1人出事。带兵的事儿我啥也不懂，这5000人交你了。令则行，禁则止，无有所带。蠢货！我邢家几十年爬到4大家族，靠的是脑子，是这儿。你天天就知道打打杀杀，我看你这脑子就是个猪脑子。他来咱宁川图什么？不就图点粮食？咱邢家什么时候为粮食发过愁？他要多少给多少。可父亲就这么由着他敲咱们一笔。这回五皇子的事儿，咱邢家捞着多大好处，你忘了？你大伯成了世袭国公爷，整个邢家跟着沾光，这点家业为了一口气全砸进去，你们就是一群蠢猪！都给我记着，明儿一早南门列队迎接殿下。这场面不光做给皇家看，更是做给天下人看。谁敢多一眼坏了事，老子先要他的命！李子规，你这老东西竟肯出山投那废物皇子！当年我邢家拿重金请你，
你连面都不给，如今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四大家族的底子。殿下，您带5000死囚就敢去北冥，我劝您一句，别小看那地方。哦，怎么个不小看法？先生说来听听。北冥有武王，全是原住民，手底下圈着几10万大军。武王跟帝国斗了几百年，帝国一派兵，他们就群起围攻。您封王的消息一传过去，没等您进北冥，武王的兵就在路上等着剁您了。武王数10万大军，公子说的在理，我家殿下手里就这点底子，去北冥那是送死。所以在殿下凑齐实力前，哪怕抗旨，我也绝不能放殿下去冒险。这子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啊，老太爷，本宫毫无保障，要不就在您这宁川府多住些时日。殿下想住多久住多久，粮食更不在话下，要多少给多少。粮食是其次，除了北兰，再多粮食也是给人做嫁衣。殿下想在宁川招兵练兵，这地方是邢家的，得老太爷点头才行。先生要招多少？本来殿下说2万，听了公子的话，我看10万都嫌少。10万没有圣旨，这是要造反。10万只是垫底，殿下自会向陛下请旨，陛下知道了北冥的凶险，准了便是。那先生要练到什么样的兵？10万人得有边军的战力，要是练成你们宁川骑兵那样的，3万就够。宁川骑兵是我邢家几10年的命根子，先生张口就要练成那样，这是剜我邢家的肉。我宁川骑兵重金打造，比暗龙旗都不差。住口！暗龙旗何等精锐，你那帮看家护院的也敢比？上了战场不哭爹喊娘，我就烧高香了。邢家骑兵什么成色，本宫心里有数。眼下要紧的是赶紧招兵，老太爷行个方便。这2个家伙一唱一和，张口10万兵，要练成宁川骑兵的战力，到底想从我邢家身上挽走多少？刚才那是冲我来的。秀儿，我儿啊！来人，把他们全宰了！我啥也没干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殿下得罪了！骑兵团围上来！这阵仗是要把我剁碎在这儿。杀！铁长，护着殿下，这帮人我拖住。住手！都给我退下！好险，差点真被包了饺子。殿下恕罪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误会？酒宴上派刺客，杀不成又调几百骑兵围杀殿下，邢家这是要造反吗？不敢，殿下明鉴，我邢家绝无此心。殿下受惊了，咱们回营。本宫罚了。说吧，刚才那出戏是不是你安排的？殿下息怒，是草民临时起意，与他2人无关。起来，本宫就问你一句，图什么？殿下，邢家崛起靠2样东西，一样是粮食，另一样，宁川骑兵的兵甲战马，整个北域敢跟他们叫板的，都成了刀下鬼。你想，
动他们的骑兵。这一围一杀，把柄递到咱们手里了，围杀皇子、株连九族的罪。这下邢家的骑兵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。这老狐狸差点把我搭进去，原来盯着的是邢家几千副兵甲战马。殿下，邢家答话了，派人来回，宁川骑兵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，这话是你说的，还是邢老头自己点的头？我去说的，可松不松口是他自己掂量出来的。那老狐狸真肯割肉？围杀皇子这罪名谁担得起？老七闯的祸，全家给他擦屁股。父亲，李子规把柄攥在手里，我们只能认。骑兵团里大半是邢家子弟，可现在保不住了。送5000兵甲、6000粮具、20万石粮草，10天凑齐。父亲，马场来回就得小1个月，10天。迟则生变，老子巴不得他现在就滚出宁川。5000兵甲，6000马，他真给的这么痛快？还另塞了30万两白银，怕您不小气。这趟值了。好家伙，一人一套，全武装上了。殿下，有了这匹马甲，兄弟们的战力翻1倍不止。都精神点儿！这副甲多少人想穿穿不上，给老子站直了！你这老东西，差点把我赔进去，可这家底儿是真捞着了。殿下福大命大，这一路北上，咱们是越走越肥。这群王八包子，让你们多蹦跶几天。除了北兰是我邢家的东西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好，好，邢家纵横大辽几10年，这回栽在一个废皇子手里了。大哥，这信当真？邢家能吃这么大的鳖？你二哥亲笔。三弟，我已经拿定决议，白家举族北上，投武皇子。投他？大哥，他一穷二白，连自个儿都难保，咱们打上全族老小，靠得住吗？你只看见他穷，可从帝都到宁川，他每一步看着荒唐，细想全是局。人这一辈子就是场赌，赌对了飞黄腾达白家这盘，我赌他。走了，10里8乡的山匪全走了，一个不剩。大人，山头连烟都没了，1个月全让那张广收编了。快贴告示，辽阳从此再无山匪。兄弟们，过了烟雨府，北兰就在眼前了。见了殿下，往后吃香喝辣。大叔，殿下那么年轻，手下个个凶神恶煞，他镇得住？镇得住，小鬼，连你大叔我站他跟前都腿软。那殿下有3头6臂？没有，可殿下身上那股劲儿，比3头6臂还吓人。大哥，燕乐府出兵了，5000人奔咱们来的。5000，颜乐府那破地方哪来的胆子？学武共青，战斗的上前，老人孩子退后，备战。有敌来袭，准备战斗。你说的拖家带口呢？这哪是软柿子，分明是硬骨头！我乃北冥王麾下大将张广，奉冥王令北上北拦，谁敢拦冥王进军？大胆！敢冒充帝国王爷死！住口！府主，您这是？哎呦，原来是张广将军，怪不得今早喜鹊叫个不停，贵客临门呐！你认得冥王？武殿下封北冥王，天下谁不知道？将军是冥王的人，哪能是悍匪？方才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邢家拿重金请我剿匪，原来是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将军饶命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冲撞了禁军。哼，念你们事出有因，本将不追究。辽阳的匪
我替你们缴了，不劳你们跑这趟。是，本府这就带人回。等等，本将奉命剿匪，一路损耗不小，想就近补点给养。两位身为安院府主事，啥意思？应该的，将军能赏脸路过安院府，是本府8辈子的福气。对，福气，天大的福气！好，二位这么上道，那就请吧。是。这哪是废皇子？一个旗号就把5000府兵压成了仆从。李贵那废物跟悍匪一块进城了。进了，张广带着人，李将军在前头给引路。滚！都给老子滚出去！5000府兵被一个旗号压成了仆从，我邢家辛苦攒的兵甲全让你抢了去。府兵反被人拿捏，重金请了将军当了带路的，我花的钱就买回这么个笑话。废物皇子，连邢家都吃了你的亏。我就不信你一个被流放的废皇子，本公子还扳不倒你。出了北兰就是你的死期，我邢崇焕发誓让你走不出去。殿下，张广兄弟的消息回来了。安院府那场，他全身而退，还白吃了人家一顿补剂。张广收拢了数万人，大半是拖家带口的老弱妇孺，沿途还不断有人投奔。殿下原本的打算是把兄弟们全武装成骑兵，到处游走，进可攻，退可逃，这下行不通了。为啥？几万老弱跟着，骑兵跑得了，他们跑不了。这盘棋得换个走法。那你说怎么走？殿下封地北冥，听着是一块，其实是2块。外北冥水草丰美，是武王的地盘，几十万大军盯着；内北冥呢，全是山沟丘陵，地薄种不出粮，可它有矿。你的意思是，别去外头跟武王硬碰，先缩在内北冥，开矿种田扎根？咱们差不多就这意思。过了天山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，猥琐发源几年，根基才稳。开矿种田发展是慢了点，可一旦打起来，几万老弱就是死守，别无他法。殿下仁慈，但他们既然选了信您，就已经做好了被覆灭的准备。本宫不是怕死，本宫是想，这么多老人孩子，有没有必要陪本宫一起冒这个险？真打起来，先遭罪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这话草民跟了您一路，头回听一个皇子说。带上他们，是包袱也是命。本宫认了。内北冥，开矿屯田，这步棋走得通吗？这位是谁？修这么大一座像，在北仑把奥燕雅人打回家的叶无双大元帅。奥陆雅人，我怎么从没听过？殿下，您要去的北冥到底有多凶？光听武王，您还不知道呢。1000年前，北冥还是片荒地，一个秋夜，上百万奥车亚人涌进北100万，不到10天，正征顺承袭100万大军去救，结果在百里墓被围，还受了重伤。就在那时候，镇南大将军叶无双扔下南疆，带50万镇南军北上，在百里奚跟奥伊亚人死磕了2个月，硬是把人逼退，救出了大地。那就是赢了。没完，叶无双被封大元帅，又往北打了整整10年，才把奥伊亚人赶出北仑。10年，死了多少人？将士死了上百万，永州、北安州、元州3州的百姓死了2000多万，大半是被奥吉亚人屠的。2000万，一个数字，地下全是命。后来叶无双怕留后患，亲自带兵杀进北冥深处，50大军进去，回来的只剩不到2000。50万，回来2000？他自己也重伤，2年后就死在这夏初府。奥雷亚人基本被灭了族。你怎么连这个都清楚？这一战，皇家正史里就1行字，连死多少人都不写。殿下，那一战之后，帝国伤了元气，各地拥兵自重。楚越大帝没办法，重设了东南西北4路大将军，掏空国库，组了4镇军团，才稳住江山。就是现在的镇南、镇北、镇西、镇东。是，
也不是。江山稳了几百年，那4家功臣之后，全成了帝国要除的眼中钉。除镇西杨氏、镇南张氏先后被灭满门，镇中南宫、镇北李氏得高人点了一举，连夜逃进深山，从此不出世。先生，你就是镇北李氏的后人？那南宫羽家里早没几个人了，草民投您不为旁的，是看您这人合草民的胃口，别的心思半点没有，请殿下明察。潮起潮落本就是天理，家族的事是你们应得的，不必这么藏着。谢殿下。50万进去，2000回来。北冥那地方比我想的狠得多。殿下，下厨府主放话了。放什么话？他说，您在别处封没人管，可这儿是镇北军的家，是百姓的圣城，敢在下厨府闹事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五皇子，您在别处封没人管得着，可这儿是镇北军的家，是百姓的圣城，想在我下厨府闹事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府主这话是仗着身后那几10万镇北军。殿下明白就好。这城里多少将士的爹娘妻儿都住着，您动一根手指头，天下人的唾沫能把您淹了。殿下，他没说错，这是百姓圣城镇北军后院，话语权全在他手里。您一闹，通敌的帽子立马扣上来。识相的进城歇2天就走，别给北兰添乱。府主，你这套拿百姓压我，拿守关将士压我，我要是真闹，是我输理。殿下倒是明白人，可你这话是把圣城门户这块招牌死死攥在自己手里了。传本宫的话出去，本宫北上封王，从今往后，本宫所在之地就是帝国的第1道屏障。殿下，这话往哪儿放？放出去，传遍下厨府，传到北兰去。除非本宫死了，否则谁也别想从我身后摸到北兰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好一招釜底抽薪！您这话一传开，您的北冥就成了党外族的头1道门。北冥还算什么门户？舆论的风立马就偏到您这边了。你攥着圣城招牌压我，我就再立一块更大的，立到你头顶上。府主，圣城这2字，往后可不止你一家说了。那府主吃了这一闷棍，下一步会怎么蹦？他不蹦。不蹦？这种人最稳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他不动就缩着，等您先沉不住气，先出错，您越急，他越有借口动手。他想等我急，那我就偏不急。殿下的意思是，他缩，我比他还能缩，就在这下厨府蹲着，半个月不闹一声。等他以为我真怂了，真歇了，我的人早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把该探的都探干净了。龟缩，比谁缩的久，你还嫩了点。殿下，这数万老弱、妇人、孩子，拖也拖死咱们。队伍走1里歇3里，行军路线全暴露在外头。舍了他们，咱7000精锐3天就能进北冥。南宫，你算的没错，带上他们，慢还危险。那殿下的意思？你看外头那些人是从哪儿跟过来的？他们是听说本宫去北冥能活命，才拖家带口跟来的。我现在把他们扔半道上，那我跟那帮把他们逼成流民的人有啥两样？殿下，话是这话，可南宫将军说的也是实情，带着他们是真有可能全军陷进去。水能载舟，也能先船。我现在没地没根，靠的是啥？就靠这些肯信我的人。把根扔了，我到北冥就是个光杆王爷。殿下立心如此，是末将想窄了。带上所有人，一个不落。但这么走，确实是死路，所以本宫要换个走法。下出府再往北，
是镇北军给北仑押送的军需，一年就这一趟，5万人押着。殿下，您要劫军需？那批东西到了北仑，是给守关将士的，可到了我手里，就是几万人活下去的本钱。咱7000，对人家5万，这玩意儿撒在山道上，5万人的马队，得自己人踩自己人。押运走的是死道，咱们专挑窄处下手，马一乱，5万人就成了一锅粥。7000吃5万，殿下，您这是要把天捅个窟窿？今夜，大部队连夜8营，老弱先撤进北冥腹地。徐福，你领人把这批铁巨子赶制出来，越多越好。是。白家的兵甲匠人全调过来，这一仗本宫一件家伙都不能少。白家，听殿下的。殿下，这一劫赢了万人火，输了，咱全埋在这儿。7000对5万，这天本宫接了。陛下这盘心不在焉，是为北边那位殿下？臭小子在宁川把邢家削了一刀，朕以为他是屠良。邢家最值钱的不是粮，是兵甲，他要的从来不是那点粮草。你是说，他冲着北仑的军需去了？陛下，您看这树，等到夏天，果子能剩一半就不错了。你绕什么弯子？直说，那批军需5万人压着，一年就一趟，落到守关将士手里是命，落到他手里是几万流民活命的本钱。7000对5万，他疯了。换别人是疯，可他身边那个李子规是有百算之名的。这臭小子比朕想的能耐多了。朕当年答应过他母妃，封他太子，这些年冷着他，是想让他活。优秀是好事，可他要真带兵反统回来，朕这个当爹的也保不住他。那陛下打算怎么办？你去北文，替朕给他传旨。镇北军的军需走的就是这条道，5万人押的全是粮甲马。先生，5万咱满打满算7000，这怎么打？就这儿，两边是崖，中间一条道，5万人也得排成一条线走。您是说拦头结尾，把他们堵死在道里？殿下那批铁蒺藜往窄道一撒，马一扎蹄子就疯，前队乱了，后队还往里挤。5万人自己踩死自己。这要是成了，咱7000人吞下5万人的军需。这要是没成，咱7000人全填进这道里了。所以这一仗只许成，不许败。封王是恩，可这道旨里还藏着一条线。传令各军，今夜子时进窄道埋伏。替陛下带句话给武殿下，封王放行，朕都准。可他要敢带一兵一卒跨过北仑，就是与帝国为敌。7000吃5万，今夜要么撑死，要么撑不过他去力。就你们这几只虾米，也敢拦老子的道？这位将军，我家殿下是北冥王，这批军需……北冥王？哈哈，一个被赶出帝都的废物皇子，也配跟老子要东西？他娘的，再说一遍！我数了数，你们撑死7000，老子5万，7000只蚂蚁挡老子5万头狼。说是自己散了，还是让老子撵过去？殿下一句话，老子先把这屠夫的头砍下来。稳住！硬碰，7000人填进去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废物！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吓尿了！
将军急什么？我拦的不是你的道，是替我父皇接收这批东西。接收？凭你一张嘴！这圣旨，奉天承运，北冥即日起取代北冥为帝国北方新门户，凡北上军需悉数转交北冥王统华。耶律红尘，你敢抗旨？你哪来的圣旨？国师亲赴北轮传的旨，你要不信，自己去问镇北大将军。将军，假传圣旨是死罪，可眼前这道旨将是真的，你拦下他也是死罪。先生，这只是真的。就算是真的，老子也得回去禀报大将军。禀报？可以啊，不过你来回这一趟，少说5天，5天后你回来，东西还在不在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将军是要压着5万人的口粮，陪殿下在这儿干耗5天呢，还是？这卷圣旨能见住他一时，骗不住的那一刻，牙上的人就该断了。先生，跟我说句实话，这道圣旨哪儿来的？殿下，这不是炸住了那屠夫吗？国师传旨，我父皇什么时候下过这道旨？啊！殿下息怒，这印是草民仿的，圣旨上的字也是草民连夜赶的。好家伙，连国师的印都敢碰！殿下，假传圣旨是大忌。可当时7000对5万，不炸他一刀，咱们全得埋在那儿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草民知道，假传圣旨往大了说是谋逆，可这道旨在殿下手里，上头那些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想，一个废物皇子哪来的胆子伪造圣旨？背后是不是有人撑腰？这一猜疑，殿下您就成了眼中钉。这老狐狸拿我的命去给他的计谋收底。先生，你为我出谋划策，立了大功，这我认。可你这功是拿我的脑袋垫的。曹民该死！曹民只想着破局，没想到会给殿下惹这等祸事。东西收好，下不为例。殿下，您不罚我？罚你干嘛？军需我吞了，便宜占了，转头砍你脑袋，我成什么人了？但你记着，下回这种把我往火坑里推的招，先跟我通个气，我这条命自己说了算。曹民，谢殿下不杀之恩。从今往后，李子规这条命是殿下的。得，别一惊一乍的，这玩意儿你拿着，烧了它，留着碍眼。把桥给老子炸了，断了那废物的后路，看他往哪儿跑！青龙、白虎两军，他们什么时候？我是下厨府主，你们敢！殿下早说了，敢断他后路的，一个不留。大将军，圣旨也看了，本王要出关北上，劳烦您开关。殿下这道旨写得真好，字字端正，连国师的印都齐全。这老东西的眼神不对。殿下封王北上是该开关，本将也想送殿下一程。可惜啊，就在昨夜，斥候来报，雪域的比特人大军压境，正朝北仑扑来。比特人，军情紧急，北仑关即刻封关，没有本将军令，一兵一卒不得出入。大将军，本王有圣旨在手。圣旨是让殿下北上，可外敌当前，本将守土有责。万一开了关，殿下出了岔子，这罪过国师担得起，本将担不起啊。守土有责，他拿这4个字
把我钉死在关里了。来人，请殿下去驿馆好生歇着，等退了比特人，本将亲自送殿下出关。那姓耶律的，一句贝特人来了就把我关在外头了。先生，这关怎么破？殿下，您先消消气。我问您一句，北特人在哪儿？雪域深处啊，那不是你说的，离北冥老远。万里雪域，比特人要打到北仑，得先穿整个北冥，过岷江滩，再翻天山。这一路先经过的是谁的地界？北冥，我的封地。贝特人真要来，最先收到风声，最先打起来的是北冥那武王。可这一路半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急报，没有难民，连只惊飞的鸟都没有。你是说，根本没有北特人？北特人是假的，这局是那耶律楚雄一手捣的。他一眼就看穿了那道圣旨是假货，看穿了却不点破，反手编个外敌，名正言顺把您扣在关里。长留府、宁川府都是我下别人的套，到了这儿，换我钻进套里了。这耶律楚兄跟吴家、邢家不是一路人，那两家是贪是莽，他是稳是狠。那依先生看，他要的是什么？我这条命。要是只取您性命，他用不着这么费功夫。他扣着您不放，图的恐怕是更大的东西。殿下，我只怕他要的是您身后这几千兄弟和那一整队军需粮草。那就去会会他，看他这张温吞脸下头藏的是把什么刀。大将军，本王把话说尽了，你处处堵我。今天这关，你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。殿下这是要在本将的城墙上杀本将，逼急了，谁知道我干得出什么？都退下，殿下跟本将说话呢。殿下，您这剑抵着本将，可关门的钥匙不在本将心口上。你少跟我绕，我有圣旨，我要北上，天经地义。你拿什么拦我？本将拿守土有责拦您。北特人压境，封关是军令，殿下这一剑捅下去，捅死的是奉命守关的边将。到时候陛下问起来，是您抗旨杀将，还是本将督职放敌？您算算，这账谁认得起？他根本不怕这把剑，他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大将军这话倒提醒草民了。哦，先生有何高见？贝特人要来，得穿北冥，过岷江滩，翻天山。这一路连只鸟都没惊起，大将军却说他们压境了。敢问大将军，这军情是哪个探细报的？拿得出人来对质吗？既然比特人是大将军一口咬定的，那好，陛下圣旨明明白白让殿下出关，您却拿一个谁都没见过的外敌封关扣人，这叫抗旨不手握20万镇北军，抗旨扣押皇子，叫拥兵自重。这两条哪一条不是要被陛下问罪，灭族出正史的大罪？好一个百算军师！殿下，您这关本将开了。你不光开关，本将亲率20万镇北军为殿下出关开道。先生，他真这么好心，亲自给我开道？殿下，传令大部队甩开镇北军，加速深入北冥。大将军，就这么放皇子走了？谁要他的命？本北要的是他后头那几十万石粮草，5000副兵甲。皇子是块肉，可他身后那堆东西才是头肥牛。让他先走，咱们慢慢跟着。北地急报，开城门！陛下，父皇子假传圣旨，把北兰50万守军过冬的粮草、兵甲，整50万担，全洗劫北上了。臣也是刚得的急报，五皇子教制，沿途州府不敢不从，这才酿成大祸。陛下，50万守军断了过冬目标，北兰若失，此事干系太大，不可不查。他们咬死矫诏二字，朕认了是纵子。
朕不认就得砍了那臭小子。陛下，老臣多嘴一句，这圣旨到底是真是假？陛下心里总该有本账吧？邢家这是把朕架到火上，要么背锅，要么杀子。够了！运走北仑物资是朕的旨意。陛下，朕让老五带去北冥的1粒米、1副甲，都是朕亲口准的，哪来的奖诏？传朕旨意，北兰过冬物资由北地各州即刻补足，全力支援。谁敢借五皇子4个字生事拖延支援，杀无赦！陛下圣明。臭小子，这账朕替你认了，下次没有下次。停下！批文我看了，车上的东西统统得搜，全扣下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搜！不对，先生把最险的诱饵留给了亚良的大部队，他们被镇北军咬死了。白虎军团，跟我回去，跟我回去，接应大部队。传令下去，这群北特蛮子一个不留。将军，那是北冥王的人马，不是北特人。除了北兰，谁还分得清谁是谁？我说他们是比特人，他们就是。殿下，您带白虎军团从侧翼突出去，这里我们顶着。突出去，把这2000多个跟了我一路的兄弟留在这儿喂沙子。殿下，留得性命才有日后，先生也是这个意思。先生的算盘是物资，我的账是人命，这账不一样。白虎军团掉头回援，战至一兵一卒，绝不后退。殿下不弃我等，张广这条命今日就还给您。世子追随殿下。放！顶住！把车架推上去当墙！耶律楚雄，你这是要当着老夫的面抗旨？末将不敢。奉天承运，封五皇子楚辞为北冥王，永镇帝国北疆。你父皇还带了句话：封王这一刻起，帝国是帝国，北冥是北冥。你再有别的想法，就是与帝国为敌。替我回话给我父皇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求着我回去。弟兄们，是我对不住你们，拿我这条命替你们记录，我楚辞活一天就记你们一天。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早晚连本带利从耶律楚从身上讨回来。殿下，咱们还走吗？走，死的不能白死。10万兵权，我父皇拿他当笼子困我，可这笼子老子拿来翻身正好。殿下，黑玉那帮人未必买账，圣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买不买账，到了再说。先生，传令，全军开拔，不许再回头。哪来的杂毛？这是黑玉的地界，楚帝来了也得在外头等着。
放肆！这位是新封的北冥王，奉旨接管黑域，开棺。北冥王没听过，给我射！这位当真是北冥王？圣旨在此，将军是要验还是要打？圣旨，末将认。可10万兵权是黑域的命根子，没有兵部调令，没有军服，恕末将难从命。哦，圣旨你认，兵权你不交。王爷要这10万人得拿出黑域认的东西，否则这关过不去。将军要黑玉认的东西，那老夫便让你认个明白。老东西，再上来一步，关上乱箭齐发！小子，回去问问你家主子，东夷布衣4个字听过没？东袭布衣，你是黑域守将参见前辈，末将有眼无珠，请前辈恕罪。就一句话，这老头到底什么来头？比我这王爷还好使。殿下，老夫也不知，但能让黑域守将跪的人，您留着有大用。起来吧，这10万兵，老夫替北冥王收了。前辈，这兵权交了，末将和这一军弟兄往后又该如何？连人带兵跟老夫回帝国，北冥王缺人，正好。是，末将听前辈的。娘的，等老子哪天有了实力，定要让这些看不起我的跪地给我唱征服。这是谁的人在孤的封地放火？黑玉的东西，老子带走，关你屁事！放肆！这是北冥王王，这地界归我们军团掌管，黑域的人粮矿，老子全要带走。你敢拦，那就别怪老子不讲理。挡道的，连王带兵一个不留。识相，滚远点儿！在孤的封地敢杀孤的子民，你是头一个。送死！骑兵冲！踏平他们！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？下令，全军投降！帝王万岁！殿下，黑域几10年没人管我们死活，因为我们这些罪人跟2万大军血战一场，这条命从今往后就是您的了。老人家，地上凉，起来吧。都听着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身上那个罪字，孤替你们抹了。以前犯过什么，孤不问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就是孤北冥的子民。殿下，我们真的不是罪人了。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屋子住，这3样，孤说到做到。孤要给你们的，是个能活下去，还能活得像人的太平日子。殿下，民心这东西千金难买，今日这2、3万人，您一句话就收住了。不是收，是他们等这句话等太久了。秦伦，黑玉的矿3年挖出来的银子，一半进了你私库，这事儿要不要老夫替你算算？你血口喷人！私吞矿财，按帝国律是死罪。死罪嘛，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先生，您说要怎么样？你手里5000俘虏，殿下要了，
每人500两赎身，一个不少。还有南西关那道墙架高到4米，河道工事给老夫修到能扛住100年一遇的大水。这他娘的是要把我榨干啊！你是想留银子，还是想留脑袋？成，我认。早这么痛快，多好！殿下，出事了！张元的商队几百号人被困在鬼魔窟出不来了。鬼魔窟？那地方不是禁地？那里头有一支大军在集结，看方向，目标就是咱们黑域。慌什么？做好城防，强加固，粮囤够，大军集结，开伐过天山，最快也是1个月以后的事。1个月，但愿吧。